你知道大猩猩的战斗力究竟有多强悍吗？你见过一拳打下去可以杀死狮子的大猩猩？我们都知道，大猩猩是地球上所有灵长类动物中体型最大的成员之一，它们与我们人类的关系非常密切。你知道吗？大猩猩有 98% 的 DNA 与我们人类相同。毫不夸张地说，它们的智商可以跟人类3到4岁的小孩比肩，部分猩猩的智商甚至可能会达到人类10岁的智力，非常聪明。不过大多数我们能看到的都是动物园里被人类圈养的猩猩，很少人会见到真正的野生大猩猩。野生大猩猩的性情彪悍鲁莽，战斗力极强，在野外它们几乎没有天敌。今天黑土找出了世界上现存的7种猩猩，带各位领导一起了解一下地球上的人科动物。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7个倭黑猩猩，这是一种被认为是私生活相当混乱的一种猩猩。你可能很难相信，这家伙同性相恋，并且还经常利用独特的方式处理种群冲突。一眼看上去它与黑猩猩很像，但其实它与黑猩猩是2种不同的物种。与黑猩猩相比，这种猩猩的性格更温顺，很少会发怒，叫声也与黑猩猩不同，比较爱好和平。最独特的就是这种猩猩在处理种群冲突和解决社会问题时所用的手段非常罕见。我们都知道，绝大多数的动物种群面对冲突通常都是使用暴力争斗来解决，但倭黑猩猩是个例外。这家伙在遇到种群冲突或社会问题时，会很随意地利用交配的方式来处理或解决冲突，并且在这期间有同性相结合的现象。经过人们对倭黑猩猩的这种行为观察发现，它们之所以会出现同性相恋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是千奇百怪，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纯纯的把对方的性别弄错了，并且这种情况大多数都发生在雌性倭黑猩猩的身上。之所以发生这种高度混交的现象，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巩固其社会种群的连结。它们具备强大的容忍力，更奇特的是，它们喜欢与陌生的猩猩分享自己的食物，而不是熟悉的同类。也正是因为这种容忍力，在它们的种群中消除了很多冲突，可以让每个个体都能够更好、更容易地融进大群体中。对了，还有就是这种猩猩的族群通常都是以母猩猩为首领，每群大约由2到20只组成。它们的食量很大，除了吃植物，有时候也会捕捉小羚羊、小狒狒和猴子为食，寿命大约也就在40年左右。好，第6个黑猩猩，你知道吗？黑猩猩可能是我们人类在地球上最近的近亲了，它们与我们共享 98.7% 的 DNA。人类和黑猩猩大约在7到1300万年前很有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虽然它们通常都是用4肢行走，但是它们也可以站立甚至直立起来行走，与人类非常接近。它们同大多数的猩猩一样，也是结群生活，一个族群通常由几十只组成，由一个雄性带领。它们非常聪明，目前黑猩猩是地球上已知仅次于人类的最聪慧的动物。它们的行为和社会行为都更接近于人类，例如它们的群与群之间有往来，还有长久保持母子关系。成年的黑猩猩长大分群后，还会经常回去探望自己的母亲，并且有午休的习性，等等很多行为都与我们人类非常接近。科学家通过研究分析推断，人类的祖先与黑猩猩的祖先可能在大约500到600万年前开始分家，走上了独立的演化道路。前者则演变成了人类，而后者则在约300万年前分为2支，一直生活在非洲的森林里，演变成了现在的黑猩猩与倭黑猩猩。甚至有极少数的学者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人类可能就是第3类黑猩猩。不过这些都只是人们的猜测，毕竟人类的起源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还有就是黑猩猩的性情，黑猩猩就比较暴力了。野生成年的黑猩猩的平均站立高度为 1.5 米，体重约在80到140斤之间。被圈养的黑猩猩体重可以达到200斤以上，它要比倭黑猩猩更加强壮。它们的力量和锋利的牙齿意味着对人类有很大的威胁。至今为止，记录在案的野生黑猩猩袭击人类儿童的事件至少有6起，其中一些是致命的。更有黑猩猩抢夺并吃掉人类婴儿的事件发生，不过通常情况下，它们很少会主动袭击人类。反过来看，反而是人类的偷猎者一直在不停地袭击它们。第5个婆罗洲猩猩，也被人称为红毛猩猩。这种猩猩是所有猩猩中唯一分布在亚洲的一种，并且分布区域狭小，数量稀缺，属于极度濒危的一种。它与大猩猩不同，婆罗洲猩猩只与人类共享大约 97% 的 DNA， 要比大猩猩少一些。它们主要生活在婆罗洲低地的热带和亚热带潮湿的阔叶林中，也就是热带雨林里。在野外大多数时间都待在树上觅食，在一定意义上它们也属于树系动物。这种猩猩的体型仅次于大猩猩。解释一下，猩猩与大猩猩还有黑猩猩都是3种不同的物种。婆罗洲猩猩属于猩猩属，而大猩猩就是属于大猩猩属，黑猩猩也就是黑猩猩属。
婆罗洲猩猩的体型要比大猩猩小很多，成年雄性的婆罗洲猩猩体长超过了1米，体重最重可达300斤以上。已知最重的婆罗洲猩猩是一只被人类圈养的名为安迪的雄性猩猩，在它13岁时体重就达到了400多斤。这种猩猩有着独特的体型与面部，它们的手臂很长，最长可达 1.5 米，特别是脸部看上去非常肥厚，辨识度较高。在野外，它们主要以一些野生的水果、树叶或者昆虫为食，有时候它们也会去掏鸟蛋、啃树皮，还有极少数的情况，它们也会猎杀较小的灵长类动物，例如懒猴。在人们对野生婆罗洲猩猩的观察中发现，它们曾试图使用长矛捕鱼，但未见能成功捕获。还有就是它们有时候会利用叶子擦粪便，甚至将一些树叶、树枝连接在一起当做雨伞使用，非常聪明。可惜的是2016年这个物种被列为濒危物种的红色名录中，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人类在东南亚广大的范围内，婆罗洲猩猩被人类无情的猎杀。由于人类的活动范围无序扩张，使得这种猩猩的栖息地逐渐缩小，再加上偷猎者和宠物贸易对它们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第4个，苏门答腊猩猩。它也是猩猩属，数量极度濒危，比上面的婆罗洲猩猩更稀有。苏门答腊猩猩仅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有发现，这种猩猩的体长也在1米以上，体重约在200斤左右。它们长得与婆罗洲猩猩非常的像，但是它们两个是不同的物种。与婆罗洲猩猩相比，这种猩猩更瘦，脸部更长，还有就是头发也较长，身上的皮毛颜色会更淡一些。雄性苏门答腊猩猩的脸部与雌性不同，雄性猩猩的脸颊两侧会有明显厚厚的肉垫，雌性没有。在这张大脸的下方有一个气囊，这个气囊与喉部相连，充气后会鼓起，主要作用就是充气鼓起后发出特别的声音，可以用来向同类传达信息。另一个作用就是找对象。苏门答腊猩猩脸上的大肉垫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长越大，而这对于母猩猩来说就是高颜值的象征。在母猩猩的眼里，雄性猩猩脸颊处的肉垫越大，长得也就越帅，也就是脸越大越好看。经过人们对它的观察发现，野生的苏门答腊猩猩会利用树枝用牙齿磨掉一端，然后用棍子在树洞里挖白蚁。在没经过人类干预或培训的情况下，它们自己就已经会使用工具了。还有就是这种猩猩要比婆罗洲猩猩更加依赖树栖，主要原因就是在它们生存的苏门答腊岛上有一种威胁它们生存的大型捕食者存在，那就是苏门答腊虎。这种老虎虽然是所有老虎种类中体型最小的老虎亚种，但对于苏门答腊猩猩来说却是最大的威胁。苏门答腊猩猩的主要食物也是以无花果、蜂蜜、鸟蛋、幼鸟和植物的嫩芽为主。这种猩猩要比上面我们说的婆罗洲猩猩智商要高，部分原因是由于在它们的栖息地内有很多肥大且结实的无花果树，这可以让它们极大群体生活，有足够的时间相互交际和沟通学习。对了，还有就是苏门答腊猩猩可能是任何哺乳动物中孕育期最长的一种动物。雌性苏门答腊猩猩每生一次小猩猩的间隔期需要长达8年的时间，在这8年里，母亲会教会孩子学习很多的生存本领，直到小猩猩可以独自生存为止。它们的寿命通常约在45岁左右。好，第3个，达班努里猩猩，这是一种在2007年才被正式分类的一个物种。这种猩猩同苏门答腊猩猩一样，都生存在苏门答腊岛的北部。刚开始发现这个物种时，人们一直把它当作是苏门答腊猩猩，直到1997年，人们对该地区的一次探险，重新发现了这个猩猩的种群，但当时这种猩猩并没有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物种。直到2017年，人们对这种猩猩的基因进行详细的系统发育研究后，才发现它跟苏门答腊猩猩是2种不同的物种。这种猩猩的外表与苏门答腊猩猩非常接近，不同的是它们的毛发更卷，头更小，脸部更平更宽。雄性达班努里猩猩胡须要更向外突出，还有就是它们的上犬齿很大，在饮食上也有所区别。像一些毛毛虫和针叶树这些难以下咽的食物，达班努里猩猩都可以吃。经过科学家们观察发现，达班努里猩猩几乎是完全树栖的动物。在一次观察中，科学家们发现超过3000个小时，它们都没有降落到地面。经过分析，可能是由于该地区存在苏门答腊虎和云豹这2种猛兽，对达班努里猩猩来说都是致命的威胁。截止2018年，现存的达班努里猩猩大约只有800只左右，目前处于极度濒危的状态，非常稀缺。好，第2个，西部大猩猩。西部大猩猩其实也分为2个亚种，一个是西部低地大猩猩与克罗斯河大猩猩，这2个物种都属于西部大猩猩。雄性西部大猩猩站立时的身高可达 1.8 米，体重接近300斤。虽然看上去这些大猩猩的外形都差不多，但实际上它们也被分为很多不同的物种。与西部大猩猩相对应的就是东部大猩猩，区分2者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看皮毛颜色。通常情况下，西部大猩猩的毛发颜色较浅，
看上去是褐色及灰色的，鼻端起钩，而东部大猩猩则没有这种鼻子。还有就是西部大猩猩要比东部大猩猩的体型更瘦小，一群通常数量都在5到16只左右。更明显的就是西部大猩猩喜欢爬树，并且喜欢生活在树上，而东部大猩猩则恰恰相反。好，第一个，东部大猩猩，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金刚猩猩或者银背大猩猩，统称大猩猩。在这里解释一下，银背大猩猩其实包含了上面的西部大猩猩与东部大猩猩，两者其实都被称为银背大猩猩，但实际上分为4种不同的种类。东非大猩猩同时也包含了东非低地大猩猩和山地大猩猩等2个亚种。银背大猩猩其实确切点说应该是银背山地大猩猩，也就是东部山地大猩猩，因为它是最猛的一个亚种。山地大猩猩是一种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目前全球仅有1000多只。这种猩猩被称为温柔的巨人，这家伙虽然看上去相貌凶悍，但实际上它们是比较温和的草食性动物，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非洲森林里闲逛，吃东西或者睡觉，很少会打斗。山地大猩猩主要是草食性的，一头成年的雄性每天可以吃掉50斤以上的植物来填饱肚子，而雌性则要少很多，但通常也需要吃掉30斤以上的植物，食量非常的大。当然，大食量自然也会为它们带来巨大的体型。这个家伙体型很大，雄性身高站立时可达 1.8 米以上，双手伸展开可达2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500斤以上，手臂粗壮有力，喜欢生活在密林当中，通常也是结群活动，并且数量颇多，最多可以达到40多头一起活动。东非大猩猩大多数的性情都是比较平和温顺的，但是一旦发起疯来，非常可怕。每当2个族群相遇时，两边的雄性首领就会进行单挑打斗，一旦开打，他们会利用锋利的犬齿撕咬对方，直至另一方死亡才肯罢休，相当残忍。要知道，一头成年银背山地大猩猩一拳打出去的力量最高可达1吨以上，也就是说，他们一拳如果打到一头牛的身上，甚至可以直接将一头牛秒杀。如果击中我们人类的头部，直接就会击碎我们的头骨。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有很多人会拿银背大猩猩与狮子这样的猛兽放在一起对比战力分析。虽然银背大猩猩在力量上要远胜于狮子，但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它是打不过狮子的，因为狮子天生就是捕食者。即便大猩猩的智力与力量等方面要比狮子更占优势，但也无法与狮子天生就是猎手的身份相抗衡。不过这也并不代表大猩猩毫无胜算，如果在与狮子的打斗中，大猩猩一拳打到狮子的头部，还是有可能将狮子干掉的，不过这种几率非常的小。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很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涉潜水者得鱼虾，入深水者见蛟龙。在大海的深处，真的有龙存在吗？你知道海洋的最深处在哪里吗？你见过水下1万多米的生物长什么样子吗？你知道吗？位于西太平洋的马里亚纳海沟，就是目前人类已知的海洋最深处。这条海沟全长约2550公里，宽约70公里，它的深度达到了10984米。要知道，在这种深度下的环境是非常恶劣的，这里的水压高达1086巴，是海平面标准大气压的1000倍以上。在这种压力下，地表上的任何动物都会被瞬间压成粉末。另外，这里还长期处于完全黑暗的环境下，温度低，含氧量低。在人类没有进入到这里时，一度认为在这种环境下是不会有任何生命存在的。然而当人们进入到水下进行探测过后，一度让在场的科学家都目瞪口呆。这里不仅有生命存在，而且还有很多大型生物生活在这里。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为各位领导找出了10种极其罕见的深海生物，带各位领导一起欣赏一下这些深水下的奇异物种。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第10个，深海琵琶鱼。这是一种看上去特别凶猛，但实际上确实很凶猛的深海鱼类。深海琵琶鱼也叫深海安康鱼，这种鱼生活在水下1000到4000多米深的深海区，这里属于大海的深层带，光线无法到达，到处漆黑一片。而这种深海琵琶鱼就生活在这种恐怖的地方。不仅如此，这里的水压大得可怕，而且温度又接近冰点，食物还特别缺乏，所以使得生活在这里的鱼变得无比凶猛。深海琵琶鱼的嘴里长满了锋利的牙齿，它还拥有一个可以高度膨胀、容易扩张的胃，它们可以吃掉比自身体重还要重的猎物。在这里，深海琵琶鱼几乎会吃掉它们遇到的任何东西。另外，这种鱼的身体上方那个类似于钓鱼竿一样的东西，作用其实与钓鱼竿差不多，它顶部的球状体可以产生光亮，当活动在漆黑的深海中时，顶部球体的光就会吸引来其他鱼类，可供自己食用，主要就是起到引诱猎物的作用。第9个，瞳眼鱼。这是一种拥有透明状脑袋的深海鱼类，一眼看上去它的脑袋就类似一个玻璃座舱一样，非常具有科技感。
这种鱼生活在水下800到2500米深的水域，它的体型不大，通常只有10几厘米长。在水中，它主要以一些小鱼和水母为食。从正面看上去，这种鱼的外观非常的呆萌。如果你第一次看到它，你肯定不会知道它嘴巴上方的2个小眼睛其实是它的鼻孔，而透明状脑袋里的2个绿色的球状体才是它的眼睛。也正是因此，人们才将这种鱼称之为瞳眼鱼，因为它的眼睛呈管状，在寻找猎物时，它的眼睛不仅可以向前看，也可以向上旋转。这种鱼的眼睛结构非常有利于收集光线，在漆黑的深海中，它们仍可以通过自身独特的管状眼睛搜寻猎物。另外就是这种鱼只适合生活在比较深的水域，一旦被捕捞上岸或者进入浅海区，它头部的透明保护罩就有可能被损坏，这就意味着想要亲眼见它们一面是非常困难的。第8个，幽灵鸮。幽灵鸮也叫吸血鬼乌贼，这是一种生活在水深1000到4000米的一种深海章鱼。据科学家推测，这种章鱼可能已经在地球上存活了上亿年的时间，在很久之前，它们可能也是活动在浅海区的一种章鱼。后来随着蛇颈龙一类的大型生物出现，使得这种吸血鬼乌贼不得不向深海迁徙。它们自进入深海后，为了适应令人窒息的深海生活，吸血鬼乌贼已经发展出多种适应能力。在世界上所有的头足类动物中，这种吸血鬼乌贼的代谢率是最低的，它们的体内流淌着蓝色的血液，这种蓝色血液可以帮助它们更有效地结合和输送氧气。据科学家估计，几千万年以来，吸血鬼乌贼的外表可能从未发生过任何改变。这家伙是一种名副其实的远古活化石，它与大多数的深海生物一样，身上也长有发光器官。当这些发光器官熄灭时，它可以将自己完美的融入到黑暗中。一旦遇到危险，它就会将自己的腕部翻起来，覆盖到自己的身上，形成一个类似于带钉子的保护网。当受到攻击时，这些钉子状的尖刺就可以抵挡住敌人的攻击。第7个，宙塞鲨。你见过至今仍生活在地球上的远古生物吗？你以为恐龙时代的动物真的全部灭绝了吗？眼前的这个家伙名叫宙塞鲨，它最早出现在距今约7000万年前的白垩纪晚期。就在人们以为这种生物早已随着恐龙灭绝了的时候，它又重新出现在了人类的面前。据科学家深入研究后发现，宙塞鲨可能从几千万年前至今，它的结构和外表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由于长期生活在较深的海域，所以人类与它们碰面的机会非常少。这个家伙是典型的活化石，它在深海里生存的时间可能比人类第一次出现在地球上的时间还要长。宙塞鲨的体长最长可达2米，它嘴里长有300多颗牙齿，如果张大嘴巴，它可以像蛇一样一口吞下比自己体型大得多的猎物。它通常都生活在水下上千米深的黑暗水域，只有捕猎的时候才会游到上层水域。在水里，它主要以其他小型鲨鱼、乌贼和硬骨鱼为食。对了，再有就是宙塞鲨的妊娠期长达3年半，它每次平均只能产下6个幼崽。在海洋动物里，它的生殖率是非常低的，因此宙塞鲨的种群数量十分稀少，非常罕见。第6个，欧式尖尾鲛。欧式尖尾鲛也叫哥布林鲨鱼，这是一种深海鲨鱼，它的体长最长可达 3.5 米以上。这个家伙生活在上千米深的黑暗水域。我们都知道，大部分的鲨鱼通常都具有非常发达的肌肉，并且行动敏捷，性情凶猛。但是这种哥布林鲨除了体型大一些，其他方面却要远远低于绝大多数的鲨鱼。这种鲨鱼的外表看上去虽然比较吓人，但是它的嘴部肌肉却非常松软无力，游泳速度也非常缓慢。不过当猎物靠近它时，它也会表现得异常凶猛。在捕猎时，哥布林鲨会将自己的嘴巴突然伸出，利用尖锐的牙齿死死地将猎物咬住，然后整个吞下去。在水中，它主要以一些鱿鱼以及其他的一些深海鱼类为食。第5个，深海龙鱼。深海龙鱼也叫黑巨口鱼，这个家伙的嘴里长满了像钉子一样尖锐的獠牙，看上去非常可怕。它的体长仅为15厘米左右，尽管体型不大，但它却是一种非常凶猛的深海捕食者。深海龙鱼嘴巴下方长有一个发光器，当进入到黑暗的环境下时，它的发光器就会前后摆动并不断闪烁，目的就是为了吸引猎物。此时一旦有猎物靠近它，深海龙鱼就会立即用那满嘴锋利的獠牙迅速咬穿猎物的身体，将猎物撕成碎块，然后吃掉。这种鱼主要都分布在温带和热带海洋的深水海域，它们通常都待在上千米深的水下，只有到了捕食猎物的时候，才会上游到海洋表层寻找猎物，吃饱喝足后就又会下潜到漆黑无比的深层海域。它是一种肉食性深海鱼类，在海里主要以一些甲壳类生物和小型鱼类为食，非常罕见。第4个，小飞象章鱼。它是目前人类已知头足类分布最深的一种章鱼。这个小家伙生活在海下7000米深的寒冷深渊带，这个深度的水温几乎达到了冰点，水压也大得可怕。
把陆地上的任何动物放到这里，都会瞬间被压成碎块。而这个体长仅为20厘米的小章鱼，就生活在这种恐怖的环境下。另外，它的名字虽然叫小飞象章鱼，但它其实并不是章鱼。这个小家伙是属于鸮科的一种软体动物。这类的动物通常都喜欢栖息在海底，而小飞象章鱼的名字其实源于它的外表。这个小家伙看上去白白的，头部还长有2个类似于耳朵一样的东西，看上去跟迪士尼经典动画里的小飞象有些相似，所以人们才将其称之为小飞象章鱼。这个小家伙主要以一些小型的甲壳类动物为食，在捕猎时，它会潜入到较浅的海域，吃饱后才会返回海底休息。第3个，短角双眼钩虾。你知道生活在大海最底部的生物长什么样子吗？2012年，好莱坞导演詹姆斯·卡梅隆乘坐潜水器下潜到了地球表面最深的地方——马里亚纳海沟的最底部。这里是大海的最深处，距离海平面有10984米。即便是将珠穆朗玛峰放到这里，也不会露出水面。要知道，在海下1万多米深的地方是终年不见阳光的，并且这里的水压是海平面以上的1000多倍。这种压力足以将地球上的绝大多数动物瞬间压碎。按理来说，在这种压力巨大的环境下是不可能有生命存在的。但当人们到达这里时，却颠覆了科学家们之前的猜测。在马里亚纳海沟的底部，人们首先发现了一种白色的端足类甲壳动物，它的外表看上去与大多数的虾很像，所以人们将其命名为短角双眼钩虾。这种虾的体长也就在5厘米左右，它的身体呈白色，看上去与一些土鳖虫有些接近。难以想象，这么一个小生物竟然能够承受得了巨大的压强，生活在终年不见阳光的马里亚纳海沟的底部。更让人惊讶的是，这种虾不仅抗压能力极强，它们的消化能力也非常变态。通过观察，人们发现这种虾在万米深的海底竟然可以靠吃木头为食，它的消化系统非常发达。短角双眼钩虾不仅可以消化掉其他动物可以消化掉的食物，它还可以将植物体内的复杂有机物分子分解为糖，这也正是它可以生活在万米深海下的必备技能。因为在马里亚纳海沟的底部，一眼望去，到处都是一片荒凉，这里终年不见阳光，所以也看不到任何植物，而从海面上飘落下来的一些碎木头则成为了短角双眼钩虾的食物之一。第2个，马里亚纳蜗牛鱼。这种鱼也被称为马里亚纳狮子鱼，它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深的鱼类。这种鱼生活在马里亚纳海沟的底部，它的浑身呈白色，头大，眼睛小，没有鱼鳞，看上去就犹如一个巨型的蝌蚪一样。这种蜗牛鱼的体长可达28厘米，体重也就在3两左右。它的皮肤是透明的，透过皮肤就可以看到它的内脏。为了适应深海环境，蜗牛鱼的皮肤与骨骼都变得非常的薄，肌肉组织也变得特别柔韧。由于长期生活在暗无天日的海底，使得它们的眼睛几乎完全丧失了视力。但尽管如此，它仍保留着眼睛。在水中，它主要靠嘴巴周围的感觉孔去感知周围的环境。当科学家将这种罕见的鱼类打捞上岸时，由于压力的变化，它很快就会死去，以至于想要深入研究的难度相对较大。通过观察，人们发现这种鱼在海底会捕杀短角双眼钩虾，在没有发现其他大型生物之前，那么这种柔软的蜗牛鱼可能就是马里亚纳海沟底部的顶级掠食者。第1个，海参。俗话说，陆地上有人参，水里边有海参。海参这种生物想必各位领导都不陌生，它不但营养价值非常高，抗压能力也是大多数动物都触不可及的。在马里亚纳海沟的最深处，人们发现了大量的海参，它们安静地散落在海床上一动不动。这种画面看上去虽然并没有太引人注目，但千万不要忘了，这可是万米深的海底，这里的压强非常可怕。一个人如果身处这种环境下，就相当于被2500多头成年大象踩在身上一样。而这么一个小小的海参竟然能够毫发无损地生活在这里，由此可见，海参绝对是一种抗压能力极强的生物。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你有没有想过，假如你身处9级以上的地震中，将会有哪些后果？你知道有记录以来地球上最强烈的地震有多可怕吗？你见过上百米的海啸冲击城市的画面吗？你知道吗？地震其实是一种极其频繁的自然现象，在全世界每年都会发生多达500多万次地震，这相当于每天就会有高达上万次的地震发生。只不过大多数的地震等级都是极其轻微的，只有地震仪才能检测到。只有当震级达到3级以上时，我们才会有明显的感觉。如果震级超过8级或者9级，大地就会出现剧烈晃动，导致山体崩塌，甚至引发巨大的海啸席卷陆地。有记录以来，地球上超过9级的地震曾经发生过多次，每一次都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本期视频，黑土就带各位领导一起回顾一下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强烈的5次地震。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谢谢。第5个311日本大地震。此次地震发生在12年前的日本，这场地震是日本有记录以来震级最强的地震，也是世界上第5大地震。
它引发了巨大的海啸，造成了上万人死亡和失踪，以及上千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还导致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泄漏事故，给日本当地和世界带来了长期的环境和健康风险。这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2011年的3月11日的下午2点46分，震中位于日本本州岛东北部的太平洋海域，震源深度达到了20公里，地震持续了约6分钟左右，造成了当地大部分地区的建筑物、道路、桥梁、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的损坏和倒塌。地震还引起了大量的山体滑坡、泥石流、地裂缝等次生灾害。更可怕的是，地震后不久，高度达20多米的海啸紧接着就袭击了日本的东北部沿海地区，淹没了沿海的城镇、村庄以及各种工厂设施。海啸还冲走了大量的汽车、船只以及各种生活设施。这些被海啸冲走的东西最终漂浮在海面上，形成了大片的垃圾带，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更恐怖的是，这次地震引发的海啸导致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了核泄漏的事故。由于海啸的侵袭，导致核电站的外部电源被切断，从而使核反应堆的冷却系统失效。随着核反应堆的温度和压力不断上升，最终导致核电站发生严重的爆炸以及放射性物质的泄漏。即便是到了今天，这里方圆20公里区域的放射性物质可能仍没有消散。此次由地震带来的核泄漏事故，使得10几万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从而不得不转移到其他地区生活。311日本大地震是人类历史上最罕见的灾难之一，它给日本当地带来了巨大的伤痛和损失。第4个，1952年北库列尔茨克地震。1952年的11月4日，一场震级为9级的强烈地震在俄罗斯的勘察加半岛附近发生。这场地震的震源深度达到了21.6公里，引发了3波高度约为18米的海啸。当地震发生时，距离勘察加半岛130公里处的海底就产生了海啸，海啸以3个波浪的形式冲向陆地。当地的人们在经历地震过后，大部分人就已经逃离到了周围的山上，因此第一波海啸并没有造成太大的人员伤亡。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第一波海啸过后，躲在山上的人以为平安无事了，所以就选择下山回到镇上。结果没过多久，第2波海啸就迎面而来，再次席卷了这个小镇。很多人来不及逃跑，就被卷进汹涌的海水中淹死了。据官方统计，这波海啸一共造成了2000多人死亡，几乎占当时镇上人口的1半。幸运的是，这次地震的发生区域是世界上人口分布最稀少的地区之一，但即便是这样，仍造成了上千人死亡以及受伤。这场地震被称为1952年北库列尔斯克地震，也叫1952年勘察加大地震。这是俄罗斯有史以来经历过的最强烈的地震，也是自19世纪以来全球第5强烈的地震。它的地震等级与2011年的日本311地震一样，都是9级。如果当时生活在这里的人口非常密集，那么伤亡人数也必将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对了，再有就是这个地方其实早在1737年就发生过9.3级的地震，1841年在同样的地方又发生了9级地震，到了1952年仍是同一片区域，灾难重新降临。之所以会有这种现象，是因为勘察加半岛的东部海岸与勘察加海沟平行，这里是太平洋板块和鄂霍次克海板块的汇合处，两个板块在汇合处形成了一个海沟，这个俯冲带就是地震最活跃的区域，所以会经常产生地震，有时还会引发规模不同的海啸，非常危险。第3个，1964年安克雷奇地震。这是美国有史以来发生的最强烈的地震之一。1964年的3月27日，一场9.2级的强震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南部海域发生。这场地震持续了4分38秒，引发了多个致命的海啸和滑坡，造成了131人死亡和超过3亿美元的财产损失。乍听上去给人类带来的伤亡貌似并不是很大，但实际上这次地震的破坏性极其强大。由于发生地震的地区人口密度较小，所以遭受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这场地震被称为1964年阿拉斯加大地震。由于发生地震这天正好是基督教耶稣的受难日，所以这次地震也被称之为耶稣受难日地震，也叫安克雷奇地震。这场地震是有记录以来世界第3大地震，也是美国有史以来记录到的最强烈的地震之一，震级达到了9.2级。要知道，15年前发生在汶川的地震震级为8级，8级地震的破坏力和恐怖程度，相信很多人都历历在目。而发生在阿拉斯加的地震等级达到了9.2级，这种等级的地震如果发生在人口密集的地区，那么后果将会不堪设想。这场地震直接导致阿拉斯加部分地区的地形发生巨大的改变。地震过后，有些地方下沉了2米多，有些地方则上升了10多米，沿岸的一些森林也直接被淹没在水中。因地震被摧毁的楼房高达上百栋，其中有几栋大楼则直接被夷为平地，破坏力极强。
除此之外，还引起了高达67米的致命海啸和山体滑坡。地震过后，当地的海啸几乎立刻出现，根本没有给当地居民留下逃生的时间。在安克雷西地区，由于地震引起的土壤液化，直接将一个郊区的悬崖移动了610米。这次地震不仅对阿拉斯加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力，地震所产生的海啸还波及到了加拿大、美国西海岸以及夏威夷和日本等地。第二个，2004年印度洋大地震。这是亚洲有记录以来最强烈的地震，也是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地震。2004年的12月26日，一场震级为 9.3 级的超强地震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西海岸附近发生。这次地震的震源深度达到了30公里，持续时间近10分钟，并且引发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海啸，吞噬了10几万人的生命，最终造成了10几个国家受到波及，接近30万人因此死亡，50多万人受伤，上百万人流离失所，无数的财产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据估计，这场地震所释放的能量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1500多倍。它不仅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甚至还影响到了整个地球的自转速度。科学家通过理论模型分析，这次地震可能直接导致地球上一天的时间缩短了3微秒，并且还可能导致地轴摇摆了 2.5 厘米。虽然这些对于整个地球来说都微不足道，但足以彰显出这次地震的威力之大，杀伤力之强。此次地震之所以会造成这么大的伤亡，最主要的就是海啸。由于当时印度洋并没有配备海啸预警系统，当地震过后，由于地震源处于水下，从而形成了巨大的海啸，以迅猛的速度接近陆地。当人们发现时，已经为时已晚，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海水将自己淹没。因此，有关专家告诫人们，如果你身处沿海地区，一旦发生地震，请用最快的速度离开海岸，并移动到高处进行避难，直到威胁完全解除过后，再选择回到安全地带。因为海啸并不是一波，在一些情况下，地震所引发的海啸可能会高达3波甚至更多，并且中间相隔的时间可能会长达几小时不等。虽然地震所带来的破坏力已经足够可怕了，但地震过后所引发的海啸袭击实际上比地震本身更加可怕。因为海啸过后不但会2次破坏建筑物，还会造成大量的人员以及动物死亡。这些死去的动物尸体如果不及时清理，就很有可能会引发病菌，从而产生瘟疫。然而瘟疫的蔓延速度与致命程度往往比灾难本身更加可怕，足以对人类产生大规模的死伤和危害，非常可怕。第一个，1960年智利大地震。当地时间1960年的5月22日下午3点11分，位于智利中南部的海底发生了震级为 9.5 级的超强地震。这次地震是人类历史上记录到的规模最大的地震，没有之一。智利这个国家位于南美洲的西海岸，它东靠安第斯山脉，西面与太平洋深沟接近，是典型的地震和火山最为活跃的地方。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里曾不止一次的被海啸侵袭。由于其处于太平洋板块与南极洲板块相互碰撞的俯冲地带，所以自古以来这里就经常会发生火山喷发、地震以及海啸等灾难。当地时间1960年5月22日，在智利的蒙特港附近海底突然发生了 9.5 级的强烈地震。地震过后，人们发现海水迅速退落，露出了人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海底，海滩上还有很多鱼虾在挣扎。一些有经验的人看到这种现象后，就知道更大的灾难即将来临，纷纷逃向山顶，以躲避即将发生的新灾难。地震大约过了15分钟之后，退去的海水由于很快的速度突然猛涨，海水一时间波涛汹涌，滚滚而来，形成了高达25米的海浪冲向陆地。那些没有及时逃到山上的人瞬间被海水吞噬，画面犹如世界末日一样，非常恐怖。这次海啸所造成的死亡人数以及经济损失，至今仍无法精确得知。除了海啸，这场地震还引发了十分罕见的地裂，有些地方的地表产生了新的断层并且错位，有些人在地震发生时则是直接跌进裂开的地面里，被大地吞噬，非常恐怖。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显得非常渺小且无力。曾几何时，我们一度认为我们就是这个地球的主人了，但事实并非如此。面对大地的震动、海啸的冲击、火山的喷发以及各种大型自然灾害，我们能做的只有尽力逃生，却根本无法阻止这些灾难的降临。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图点个赞，谢谢。